2018年2月9日上午11点左右，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机身印有朝鲜国旗图案的客机缓缓降落。这是一架由前苏联制造的伊尔 62M 型客机改造的金正恩专机。就在约1个小时前，这架专机从平壤顺安国际机场起飞后，沿西北向东南方向飞行，穿越朝鲜西海岸上空，最终进入韩国领空，降落在仁川。这条航线避开了朝鲜东海岸和军事敏感区域，是一条相对直接的短途路线。整个机场的警卫正严阵以待，由于机场严格的安保措施，外媒记者无法直接靠近飞机，他们只能通过长焦镜头和机场内允许的拍摄点记录这一过程。外媒拍摄的画面中，走下金正恩专机的并不是金正恩，而是身着黑色大衣的金正恩胞妹金宇正。他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永南一同走下舷梯。金宇正是自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上韩国土地的朝鲜金氏家族成员，这也是他首次在国际场合下出现在外媒的镜头里。而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降落后，他由韩国官员接机，随后通过陆路前往平昌。在金宇正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进入贵宾室时，媒体们捕捉到了非常有信息量的一幕。当时是金永南首先入场，但他没有坐下，而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迟到的金宇正。时年90岁高龄的金永南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虽然这个职位只是名义上的朝鲜国家元首，实际权力也远比不上金正恩，但怎么说也是朝鲜的2号人物。而金宇正当时只有30岁左右，他的职务是宣传鼓动部第1副部长，远在金永南之下。媒体们纷纷报道称，只看这一幕就能猜出金宇正在朝鲜内部的地位有多高。韩国国家情报院也评估金宇正是朝鲜实际上的2号人物。金宇正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甚至当金正恩在2020年长时间未露面期间，外界一度猜测金正恩已经病重且生命垂危，金宇正将接替金正恩的王位。与金氏家族中肥胖的不堪入目的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不同，金宇正的外表比较正常，他的面容瘦削且身材苗条，其外貌也姣好。但这副看似娇弱的女性外表下，却藏着一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女人。他曾威胁要和平韩国，他频繁在发表对韩国的讲话中骂出人渣、野兽等不堪入耳的粗鲁词汇。他还扬言要炸毁朝鲜境内朝韩联合办公室的言论，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那么，曾被称为朝鲜女帝的金宇正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为何能登上高位？她真实的身世背景又如何？她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朝鲜的新一代女帝吗？金氏家族内部又有着怎样残酷且不为人知的权斗内幕？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将为您揭开在北韩的重重面纱伪装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一个真实的金宇正。1975年的某个与往常一样的深夜，平壤行政中心旁的一个公馆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这是金正日每周都如期举行的与心腹们的私人宴会。1974年2月，在朝鲜劳动党第5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推戴为他老爹金日成的接班人。自那之后，坐稳了接班人宝座的二太阳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而每周的私人宴会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宴会一般从下午8点开始，开场都是先喝酒。金老大每次都会从自己存货1万多瓶的私人酒窖中拿出一些和大家畅饮，这些酒中有很多都是北韩外交官们从国外搜罗来的。酒过3巡，金正日就开始拿起话筒，在欢喜组的伴舞下开始唱歌，或者是和其他人玩游戏，其中就包括剪毛游戏。如果在游戏中被打败，会用理发器胡乱剪头发。如果有一天哪个从不戴帽子的党干部突然戴上帽子来上班，那他就是那个在前一天晚上玩游戏输的人。有时候连游戏都玩腻了后，趁着酒兴，
金正日就会给跳舞的欢喜组女成员下令脱衣服，然后命令在场的干部们一起跳，但是只许看不许摸。而在这天的宴会上，在场的亲信们发现金老大的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女伴，有些眼尖的已经认出她就是前几天在欢乐组中跳舞的女演员。大家原本以为这只是金老大一时兴起，说不定过几天就换新欢了，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几个月过去了，金老大身边一直还是那个女伴，大家也逐渐知道得到金老大宠幸的这个年轻女伴叫高英姬。高英姬传言1952年生于日本大阪，日文名为高田姬。1960年代随同父母回到朝鲜，1971年从平壤音乐舞蹈大学舞蹈系毕业后，进入万寿台艺术团担任舞蹈演员。1972年被授予功绩演员称号。1973年，万寿台艺术团成功完成日本巡演，高英姬受到关注并声名大噪后，被挑选进入欢乐组。阅女无数的金正日看中了这个年仅23岁、名叫高英姬的水嫩姑娘。据说高英姬的相貌酷似金正日所言最漂亮的日本女演员吉永小百合。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坐在领导人同志的身旁，在聚会场所与金正日出入成双，还亲手为金正日脱下外套，并陪金正日跳舞。金正日经常带着他开着迈巴赫兜风，通宵达旦地在车内听韩国歌曲。他于1976年开始与金正日同居，并接替程慧琳成为金正日的非正式妻子。程慧琳是金正日真正爱上的第一个女人。据说，由于程慧琳曾是有夫之妇，而且出身成分不好，所以不被金日成待见。金正日对程慧琳有过不少苦恼，长期被禁锢在金正日的深宫之中的程慧琳，因为担心不知何时自己会被撵出去，孩子也会被人夺走，他开始患上严重的不安感、抑郁症、神经衰弱、神经质等多种疾病，健康极度恶化。最终从1974年开始，程慧琳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与程慧琳一样，出身成分不好的高英姬也被一直藏在幕后。而金日成唯一承认的儿媳妇是被他钦定的金英淑。1974年，在金日成的催促下，金正日与金英淑结婚。但对于金英淑，金正日并没有什么好感，仅仅只是无法违抗自己老爹的命令而已。关于金英淑，外界几乎没什么了解，只有程慧琳的姐姐程慧郎在《藤树屋》一书中提到，金英淑除了是父亲面前的合法妻子之外，不具有任何意义。她连公民证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和文件。从1977年开始，高英姬与36岁的金正日同居，再也没有参加过聚会。到了1979年，金正日干脆将高英姬搬到自己在昌光山的官邸。而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身为旅日归国侨胞的高英姬几乎不怎么被朝鲜官方报道。1981年，高英姬生下第一个儿子金正哲。1983年又生下第二个儿子金正文，接着在1988年生下了女儿金宇正。据为金正日服务10几年的厨师日本人藤本健二的描述，高英姬看起来是性格比较开朗、友善、有耐心。金正日对高英姬极度信赖，甚至允许他带着孩子们到欧洲旅行或到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他居住在平壤昌光山金正日官邸，金正日到各地出巡时陪伴在其左右，堪称事实上的第一夫人。据说他为了配合金正日的生活方式而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总是全心全意地为金正日整理档和做跑腿工作，对金正日的下属也总是友好而亲切，因此在周围的人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就连深受金正日宠爱的另一个女人金玉，对他也几乎如同亲姐妹一般。在他病倒的时候，还嘱咐金玉，我死后请您代我照顾将军和我的孩子们。藤本健二也在他的书中揭露了高英姬之所以得到金正日完全信任的原因。据说有一天，金正日正在咸镜南道咸兴市第72号迎宾馆举行宴会时，一名负责保护金正日的军官大胆地从警卫岗位上溜出去喝酒，结果被金正日发现。当金正日斥责他时，这名军官将枪口对准金正日的额头，露出醉意。据称，
在紧张的局势下，高英基从背后袭击了这名军官，并使其扔下了枪。同时，其他卫士冲进来，解决了肇事军官，救了金正日。据称，金正日此后经常在与亲信的密宴上向高英基提起此事，并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据说在金日成去世的时候，精神崩溃的金正日一直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还把一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呆呆地看着。据说高英基看到这一幕后，惊恐万分，赶紧把枪收了起来。正因为如此，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后来，高英基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并在法国巴黎接受治疗。据说，当高英基接受手术时，金正日还担心地落泪。最终，高英基于2004年在巴黎治疗期间去世。在北韩，白头山家族成员的出生日期是被严格保密的，特别是已经继承了王位的三太阳金正恩。外界普遍认为他出生于1984年，因为根据他在瑞士留学期间使用的护照，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以及叛逃美国的高英基胞妹高英淑的证词都与1984年相符。但在北韩官方的报道中，金正恩出生年份却是1982年。那么为什么要篡改金正恩的出生年份呢？其实这是从金正日就开始的惯例。金正日的真实出生年份是1941年，但是北韩官方对民众宣传的二太阳的出生年份是1942年，而这是因为第一代太阳金日成是1912年出生的。为了神化金氏家族的三代太阳，就连他们的出生年份都必须是相隔整实的年数，这是为了增加某种神秘感。他在暗示被洗脑的北韩民众，三代太阳的年龄差距都是整齐的数字，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吗？在政权合法性不来源于人民的北韩，统治者们通过这种神秘色彩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关于金宇正的出生年份也有多种说法：1987年、1988年或1989年。金正日的私人厨师藤本健二声称，金宇正出生于1987年9月26日，因为金正日本人曾说他是兔年出生的。据此可以推测，金宇正比金正恩小6岁左右。关于金宇正早年生活记载不多，据曾任金正日厨师的日本人藤本健二在回忆录提及，年幼时金宇正得到父亲金正日的相当喜爱。每当一家人吃饭时，金正日让高英基坐在自己右边，金宇正坐在左边，并叫他乖乖宇正。由于高英基受宠，所以他的孩子们肯定也是过得不错的。可以参照金正日与程慧琳的儿子金正男小时候的经历，金正日对小时候的金正男也非常喜爱。据说，小时候的金正男每年都会收到一份不可思议的生日礼物。为配合5月份金正男的生日，每年4月中旬左右都会有一个礼品购买团出发，他们前往日本、香港、新加坡、德国、奥地利等地，总共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礼物。年幼的金正男每年都会收到连成年人都瞠目结舌的生日礼物，包括衣服、鞋子、游乐设施、游戏机、镶钻手表、镀金玩具手枪等。当然，存放这些玩具也需要空间，据说这个房间的面积约为300平。由此可以推测，金宇正和他的2个胞兄也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普通北韩民众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作为拥有白头山血统的金家后代们，是必须要出去见识一下世界的。这是白头山血统的特权，普通外交官和高官的子女如果想出国留学，仅限于东欧国家，而到西方国家留学则被金正日无条件拒绝。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金宇正跟着他的胞兄金正恩以化名假扮为朝鲜驻瑞士大使馆职员的孩子，兄妹俩最初在瑞士伯尔尼的一间国际学校就读，学习英文、德文及法文。几个月后，金宇正转学到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而金正恩则就读于一所公立中学。1998年2月7日，一家日本媒体获得了一段影片片段，其中显示了金正恩在学校音乐演奏会上表演。后来，据金宇正就读过的一所学校的一名老师介绍，这名女孩伪装成北韩外交官的女儿，有几名女子轮流陪同上下学。
金氏兄妹上学的附近有许多从朝鲜派去的保镖，如果身体稍微不舒服，就会被周围的人立即送往医院。当时的瑞士大使是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长兼国际部副委员长李柱庸。金正日先让外交部官员李柱庸去瑞士日内瓦为金正男寻找留学学校，然后任命他为朝鲜驻瑞士大使馆公使，并派遣金正男前往该地留学。后来，当金正恩三兄妹到伯尔尼留学时，他被提拔为驻瑞士大使，并移居伯尔尼，一直担任大使，直至三兄妹完成学业。高英基的妹妹高英淑从1996年开始成为金正恩和金宇正的陪读，其公开身份是朝鲜驻日内瓦的外交官。很多朝鲜外派的外交官长时间待在国外，了解外面的世界后，都会想要逃离被金家实行封闭渔民与恐怖统治的朝鲜，高英淑也不例外。1998年5月，高英淑就与丈夫向美国驻日内瓦的使馆提出了庇护的申请。美方在甄别完二人的身份之后，由美军的法兰克福基地将二人转移到美国。高英淑作为接近朝鲜权力枢纽的人物，肯定掌握大量的内幕消息，其对美国的情报价值不言而喻。二人进入美国的证人保护范围，不仅更新了身份，而且还整了容。二人可以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生活资助，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高英淑后来回忆在瑞士给金正恩兄妹陪读的日子：我们住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普通家庭的生活。我假装是孩子的妈妈，当我孩子的同学来拜访时，我也会为他们做零食。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童年，有生日派对和交换礼物。瑞士孩子甚至来我们家玩。金正恩和金宇正兄妹俩通常在学校放假期间在平壤停留2-3个月，并在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等重要纪念日返回平壤，因此他们每年实际在瑞士停留的时间约为5个月。与金正哲不同，金正恩和金宇正对政治特别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俩的关系从小在瑞士留学开始就非常不错。这种从小就建立的亲密兄妹关系是后来金正恩在政治上对金宇正信任的基础。2019年，金正恩乘坐专列横穿中国大陆前往越南参加美朝首脑会谈，全程4500公里的路程。中途在南宁站停车休息时，日媒拍到金正恩暂时下车抽烟时的情景。金正恩抽烟期间，金宇正则双手端着烟灰缸等在一旁侍候。可不要小看这一简单的端烟灰缸的举动，金正恩的安保措施可谓十分周全。平常在朝鲜国内出行所到之处，都会安排专人处理金太阳的排泄物，以防图谋不轨的敌对分子从这些排泄物中获知金太阳的身体状况。而在国外就要更加小心，随从人员必须随时捡起金太阳的烟头，因为上面有唾液，如果被人捡走的话，就可以侦测到上面留下的 DNA， 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可以看出，金正恩对金宇正是多么信任，才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金宇正从瑞士回国后，接受特殊的私立教育，毕业于金日成大学，结婚生子。脱北的前北韩驻科威特外交官柳贤宇作证称，他曾在2014年9月左右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亲眼见到了金宇正的丈夫。据悉，金宇正的丈夫身高1.8米，五官清晰，时任总政治局组织部兵团指导部副部长。2025年1月，在北韩公布的画面中，人们发现身为北韩劳动党副部长的金宇正带着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参加新年演出，引起人们关注。脱北官员柳贤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5年4月，我在平壤时从岳父口中得知金宇正生了一个女儿。金宇正生孩子后，我们进口了婴儿用品，而且全部都是给女孩用的。接下来，赵永元、崔龙海等高层干部与家人一同出席了2025年庆祝演出。北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高级官员带着家人出席演出的画面。看到金宇正身边还跟着一男一女，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儿子和女儿。金宇正不可能陪伴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果你看看孩子们的年龄，你会发现他们跟金宇正出生的年份相符，分别是2015年和2018年。
2001年7月至8月，金正日对俄罗斯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在与俄罗斯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交谈时，金正日展示了一张家庭照片，并表示自己的长女金雪松是自己的接班人之一。金正日还提到他还有另外4个孩子，其中有2个孩子对政治更感兴趣，而另外2个则对政治漠不关心。金正男口中那2个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孩子，就是他与程慧琳所生的长子金正男，还有与高英熙所生的次子金正哲。而另外2个对政治感兴趣的孩子，则是他与高英基所生的第2个儿子金正恩和小女儿金宇正。对于实行世袭制的北韩政权来说，想要权力稳固，则必须在自己的后代中选出一位继承人，而按照朝鲜的儒家传统思想，女性是不被接受的，所以继承王位的重任就落在了金正恩的身上。为了给继任者进行政治训练，金正日自2007年左右起就带着金正恩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指导，金宇正也参与其中。2008年8月，金正日中风，当时知道情况的只有他的私人医生等医务人员，以及他的近亲，包括情妇金玉、张承泽、金敬基，以及金正恩和包括金宇正在内的其他3个兄弟姐妹。当时金正日认为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趁在世时完成权力交接，因此极力推动将权力移交给金正恩。据悉，金宇正当时曾向父亲金正日呼吁，我也想进入政界。金宇正于2010年9月28日在朝鲜劳动党第3届代表大会上正式登上政治舞台。金正日中风康复后，迅速着手建立接班人制度，并在党代表会议上正式任命金正恩为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使其成为接班人。这次，金宇正也与金正恩一同与金正日及主要干部一起拍摄了纪念照，这表明金宇正也得到了父亲金正日的承认。2011年12月20日，在北韩公布的金正日葬礼画面中，在锦绣山太阳宫，金宇正在金正恩身后一起站在父亲的遗体前哀悼。金正日逝世后，北韩第3代王金正恩的时代到来，金宇正也开始担任朝鲜劳动党宣传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活动部部长，负责管理与金正恩有关的1号活动。金宇正与他的父亲金正日一样，透过宣传部展现了自己的能力。由金宇正领导的北韩劳动党宣传鼓动部是继北韩劳动党组织指导部之后北韩第2大权力机关，是维护北韩政权的重要支柱。在北韩这种共产独裁的国家，维护政权靠的不是政绩，而是通过宣传对民众进行愚民洗脑，并且将宣传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武器。当初的金正日就是在担任宣传鼓动部长期间，取得了许多政绩，确立了其接班人的合法性。与毛泽东在上世纪60、70年代通过京剧海瑞罢官事件引发文化大革命一样，金正日在60年代末也发动了朝鲜版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金正日升任宣传鼓动部文化艺术指导局局长，以朴金哲事件为契机，在文化艺术领域展开了思想斗争。他主导了《血海》《卖花姑娘》等5部重大革命歌剧。受到第1代游击队员热烈响应的金正日得以利用这一功绩作为跳板，向最高权力迈进。金宇正执掌宣传鼓动部后，彻底改变了金正恩政权的形象。他直接监督负责金正恩活动的纪录片制作部、宣传鼓动部第5师，并挑选出包含金正恩活动的报道和照片，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他彻底摆脱了金正日时代过时的思想教育和宣传方式。金正恩被描绘为一位亲民的领导人，对外展现出灵活、温和的形象。2012年7月，金正恩与李雪主在平壤绫罗人民游乐园观看海豚杂技表演时挽着手大笑的场面被曝光，令人震惊。同年7月，牡丹峰管乐团演出中出现了身着米老鼠服装的吉祥物，并播放了好莱坞电影《洛基》的主题曲，还有身穿裙子的女星出场。同年9月1日，金正恩与李雪主再次被拍到边吃爆米花边走在平壤熙熙攘攘的苍田街。北韩媒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北韩媒体过去只报道好事、成功事迹，宣扬体制的优点，但现在也开始揭露内部腐败，批评没有正确执行金正恩命令的机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金正恩的形象，以稳固其统治。在金正恩执掌权力后，遇到了一个大问题。2010年上半年，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基被任命为朝鲜政治局委员，其父张成则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上将。这是金正日在离世前为金正恩打造的权力架构，但张成则这个辅政大臣的角色对金正恩构成了威胁。于是在2013年，张成则很快被清洗，金敬基也被隐藏到幕后。在清洗了张成则以后，金正恩开始让金宇正走上台前。2014年3月9日，在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选举中，金宇正作为金正恩助理首次正式亮相。2017年10月7日，他在平壤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2018年2月7日，金宇正被列入北韩派出的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开幕典礼。这是韩战结束以后，金氏家族成员首次进入南韩。在北韩劳动党成立75周年纪念会上，金宇正在主席台第一排，有分析认为其党内地位上升。金宇正在金正恩委员长的右侧第4位，中间是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长李珠庸和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慧。考虑到权力阶层中关键人物交替排列在金正恩委员长的左右，由此分析可知，金宇正位居权力等级的第9位。与以往相比，金宇正坐上了最高位置。2020年6月17日，北韩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位于开城的南北韩共同联络办公室被炸毁的现场影片。影片显示，随着一声爆炸声，联络办公室消失在一片灰色尘埃中，而紧邻的15层开城工业园区支援中心的前玻璃窗则被震碎。爆炸实际的发生时间是6月16日下午2点49分左右。韩国军方在6月15日起的2天内就持续监视和报告朝鲜境内的异常动向。6月15日上午，开城地区监测到大规模车辆移动。当天下午6点，广播命令附近居民和工作人员疏散。6月16日上午，发现疑似正在检查爆炸装置最终状态的车辆和人员移动。下午4点50分，爆炸发生后的仅2个小时后，韩国中央电视台就异常迅速地报道了这起爆炸事件。联络处通常都是在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设立的，具有事实上的大使馆作用。所以，朝韩联络处遭遇的轰炸可以等同于韩国驻朝鲜的大使馆被轰炸。而外国大使馆被所在国政府炸毁，这种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话，很可能就会引发战争。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朝韩关系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几乎就是让2018年文在寅政府与金正恩会谈的成果付之一炬，甚至处于战争的边缘。那么，北韩方面为什么要炸毁朝韩联络处呢？其实这次炸楼行动的直接指挥者就是金宇正。2020年6月4日，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发表的讲话中说道：5月31日，我看到一则报道，一群所谓的脱北者肆意向我们所在地区散发了数十万份反共和国传单。我要明确指出，如果继续找借口，继续这样下去，韩国当局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韩国当局不针对外围地区针对本国公民发出的恶意噪音采取适当措施，我们将做好准备，彻底拆除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南北韩共同联络办公室，或摧毁毫无意义的南北韩军事协议。金宇正讲话中提到的脱北者散发反朝传单事件，指的就是韩国的脱北者团体于5月31日沿着朝韩非军事区以大型气球向朝鲜发送50万份传单、50本手册、2000张$1纸钞以及1000张存储卡。传单中包含了对金氏政权的批评，直接抨击金正恩及其家族的独裁统治，称其为世袭独裁或暴君。一些传单提到朝鲜的人权状况，如饥荒、集中营和言论压制，试图唤醒朝鲜民众对政权的不满，
传单中还会向朝鲜民众展示外界世界的发展。在2024年，韩国的脱北者团体利用无人机向北边的朝鲜境内空投传单，朝鲜官媒还公布照片，指称无人机投放了大量传单，传单上方写着只想中饱私囊的金正恩，并加上金正恩出境时经常佩戴的一位瑞士名表的照片，以及他的女儿金主爱身穿法国精品迪奥大衣的照片。传单标明金正恩的手表价值约1万美元，金主爱的迪奥大衣约为1700多美元。传单还比较了韩国与朝鲜民众的年收入分别能购买的大米与玉米的数量。传单最下方写着北韩经济状况宛如地狱。而这些从天而降的外界信息对于金家政权来说是非常要命的。作为完全靠封闭信息来愚弄人民的金家政权，最不想看到民众接触到外界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向人们展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多么优越，生活水平远胜于朝鲜的真相。2020年6月9日中午起，北韩当局关闭了所有南北韩通讯管道。几天后，金宇正发表讲话，声称：看来现在是肯定要跟韩国决裂了，我们很快将采取下一步行动。我履行主席同志、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利，只是各抗敌部门采取下一步行动。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毫无用处的南北共同联络办公室轰然倒塌，无影无踪的悲惨景象。在数次公开的讲话中，金宇正称气球寄送者是人渣和杂种狗，称韩国政府是杂种狗的主人，频频用侮辱性的词汇攻击韩国方面。2024年10月15日，朝鲜方面炸毁了连接朝韩的京义线和东海线部分路段，目的是回应韩国所谓的无人机入侵朝鲜派发传单的举动。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的金宇正，在10月14日指责韩国军方主导了无人机渗透平壤的事件，并警告称这是不可饶恕的战争挑衅。金宇正作为金氏家族中的女性，能到台前抛头露面，对韩国发表极具攻击性的言论，这在之前的北韩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金敬基也曾辅佐金正日，但是金正日并未赋予金敬基重任。金敬基25岁时以朝鲜劳动党外围组织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执委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历任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长、国际部副部长，从1987年起担任了长达23年的朝鲜劳动党轻工业部长职务，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因为朝鲜受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比较深，民众不太接受一个女人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金敬基只是私下为金正日提供建议并介入各种问题。金正日还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金敬基就是我，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他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以此来显示金敬基的地位。但这远远比不上金宇正拥有的权力，金宇正可以算是朝鲜权力最大的女性了。她还时常发表一些相当具有威胁性的讲话。金宇正曾在2022年发表谈话，批评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有关先发制人打击的言论，称如果出现韩方选择与我们进行军事对抗的事态，我们的核战部队必然要执行任务。这是北韩首次公开表示可能对南韩使用核武。金宇正表示，韩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不会向韩国开一枪，但威胁称，如果韩国选择军事对抗，我们可能以核武器回应。一个掌握着如此大权力的金家女性发表对韩国使用核武器的讲话，这让金宇正成为了整个北韩甚至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自从2018年金宇正代表金正恩亮相韩国平昌奥运会开幕式后，他就频频受到外界的关注报道，宛如朝鲜的一颗政治新星。金宇正在国际场合的亮相也变得多了起来。2018年4月27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上，他紧随金正恩左右，接受花童送来的鲜花，必要时递上钢笔和手套，仿佛是金正恩身边最亲密的幕僚长。他也与金正恩一起访问新加坡，参加2018年朝美峰会。或许是因为年龄和职业的原因，他并没有出席北美高峰会本身，而是扮演了间接的角色。
2018年第3次韩朝首脑会谈上，他展现了掌控会场的实力。2019年6月4日，朝中社等媒体公开了金宇正与李学主坐在一起的照片。有分析认为，金宇正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委员长李惠勋从国家情报院收到有关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业务报告，并在简报会上表示，根据国家情报院的分析，金宇正的地位已经上升到领袖级。在2020年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成立75周年大会上，金宇正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有分析认为其党内地位上升，金宇正位居权力等级的第9位，这是与以往相比，金宇正坐上的最高位置。这一年，金正恩曾在4月11日参加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后，长时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整整20多天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甚至缺席了4月15日纪念金日成诞辰108周年的重要活动。这是金正恩执政以来的首次缺席朝鲜最大的节日太阳节，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一情况引发了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广泛猜测，包括他可能接受了心血管手术或病情危急的传闻。外界还盛传金宇正即将接替金正恩成为朝鲜的新一代女太阳。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对金正恩的健康状况进行猜测。2014年，金正恩曾40天没有公开露面，有传言说他身体状况不佳。后来，金正恩拄着拐杖出现在平壤科学家街进行实地考察。当时，韩国国家情报院透露，金正恩已接受了手术，切除了脚踝上的囊肿。截至2016年，韩国情报部门估计金正恩身高170厘米，体重约130公斤，属于极度肥胖。而且金正恩还非常喜欢抽烟和喝酒。韩国国家情报院当时的报告称，他因暴饮暴食，有可能像金日成和金正日一样患上了心血管疾病，同时还患有失眠症，这更加引起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的猜测。直到5月2日，朝鲜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金正恩在5月1日参加了一家化肥厂的竣工典礼。但当时有消息称，金正恩虽然年轻，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甚至出现了突然消瘦等健康危机的迹象，有猝死的可能性。此后，有关金宇正将继位的传闻仍旧沸沸扬扬。有外界分析人士猜测，金宇正正在逐步接替身体状况不佳的金正恩的工作，他的职责是主管对美、对韩政策。据称，权力不仅分配给了金宇正，还分配给了各个领域的高级官员。而金正恩实施授权统治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他的工作压力。2021年9月，在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获得了突破性的提升。外界评价称，崔龙海没有实际权力，其他国务委员也不能对金宇正的言论发表评论，他实际上已成为北韩的第2号人物。2022年1月12日，金宇正与金正恩和其他政要一起观察高超音速导弹发射时，被拍到笑容满面，热情鼓掌。这一切迹象都好像在表明，金宇正即将会成为金正恩的接班人。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也很合理，金正恩虽然有孩子，但当时他们的年龄尚小，有人猜测，如果金正恩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他可能会让自己最亲近的妹妹作为自己的临时接班人，然后再将位置传给金正恩的子女。但关于金宇正将要接班的传闻，都因为金主爱的出场而彻底被打破。2022年11月，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出现在朝鲜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现场的画面中，并且还出现在金正恩与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有功者的纪念合照中。2023年2月7日，年仅10岁的金主爱参加朝鲜人民军建军75周年庆祝活动，走访、视察朝鲜人民军将领的宿舍，到羊角岛国际饭店出席晚宴。朝中社在报道中称她为尊敬的女儿。至关重要的是，在阅兵式上，金主爱被拍到摆出一副最高领导人的架势，而金宇正则被推到角落，甚至无法坐下，只是默默站在一旁。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宇正将接替金正恩的说法已经被打破了。
也为金主爱从小就受到了金宇正没有受到的偶像化。在之后2023年2月17日内阁国防部体育大赛上，金主爱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而金宇正却又被逼到了角落，连名字都没提一下。2023年11月23日，万里镜1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纪念演讲会称其为朝鲜的新兴女将军，这个称号是当年的金正恩才能被赋予的，而外界认为金正恩如此着急将年幼的金主爱搬到台前亮相，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金宇正会成为继任者的传闻。2024年8月4日，在金宇正和金主爱都出席北韩内部活动上，金宇正被拍到以非常尊敬的态度对待金主爱，他弯腰鞠躬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金主爱是他的上级。即便金宇正接班人的传闻被打破，但他依然可以发表嘲讽、诽谤美韩的言论，偶尔还会出席官方活动，他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可以想象的是，未来如果金主爱真的继位，那么金宇正与金主爱之间很可能将会有一场权力的厮杀，就像金正恩与他的姑姑金敬基和姑父张承泽一样。那时，同是操戈的金家权斗大戏将会继续上演吗？